嘿，大家伙早喽！12月18号星期一，新的一周，看又来到了这个大坡。这个大坡在32公里。今天起跑了马上5公里，去大阪城和小伙伴偶遇。昨天又是比赛日，我们这边跑团的小伙伴们也都四处参赛。一会儿跟大家聊他们的成绩和情况。正好最近好多小伙伴说进入冬训，手表给的各种成绩预测或者是指标有变化。今天不说手表这些数据，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对我们普通的爱好者来说，更有科技感，或者说更不骗人的数据。但是呢，不是只靠手表就能拿到的。我之前也都陆续分享过，今天集中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好喘呀！心率155，配速只有5，这坡怎么办呀？好消息就是路面还行，是这种宽阔的平坦的柏油路，要比这边这人行路好跑一些。终于上来了。关键是你上完坡以后，你还要调整，而且呢，最后从这儿到达大阪城的这条路也不是完全的下坡，都是一个一个小起伏，但是总体上是下坡多上坡少。他把刚才那个200米到300米的坡度特别大这个坡所上升的高度缓释到了之后的这8公里，慢慢的下降。不过这样也好，因为如果是那种像波士顿那种起伏的斜率一样的话，其实你下坡的时候追不回来那个时间。行吧，特别黑，给大家看看这个坡，一会儿光线条件好一点的再聊，好吗？小伙伴们看，大河原先生，早上好。昨天跑了2小时53分，多少？53分17秒。17秒。一般的成绩。昨天的比赛风太大，还有很热，淋热的感觉。你们看，现在才6点10分，已经跑了多远了？现在7公里左右。7公里了。昨天刚跑的马拉松。慢跑，恢复。但是这块灯特别黑，小伙伴们抱歉了啊。今天还有小伙伴要来在这儿偶遇我。累不累？身体练习，但是昨天速度不够。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老哥刚出差回来，还有时差。这场比赛并不是 PB 的目标比赛，但是其实就差了1分钟17秒，对吧？对。1分钟17秒，77秒，每公里再快不到2秒。行，来，小伙伴们看，偶遇成功了。我走。还没请教您怎么称呼？您贵姓？我姓王。姓王，王先生，从上海来。对。玩几天？3天，今天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了。对，今天就中午就回来。那今天什么安排啊？买东西？没了，今天就是睡到等我那个小孩老婆睡到自然醒。一家来旅行。对，不错。特种兵3天。就来了3天呀？对，就3天。不过也是上海方便。
对，过来就2小时很近啊。然后中午大概8点啊，不对，大概9点多钟。对，这样飞上海2个小时。差不多。对，这2天突然就降温了。是的，昨天还是杭州马拉松。对我们群里有小伙伴去跑的，有点冷哈。有点冷。今年基本上我们这个小群体里面大家都 PB 了，都 PB 了，PB 不少。最好成绩多少？方便说吗？最好的是，你是说您自己？我自己那个天津248。248，小伙伴们听248。我前面是去年跑过一场无锡，然后去年跑过一场无锡和一场苏州1号公路无锡2场都崩了然后就开始正好那时候刷到您视频，然后就开始，我觉得感谢，挺有那个挺科学的。不科学，我这一点都不科学。挺适合我，然后就开始也是对跑量，把强度给稍微降低了。现在1个月能跑多少？大概400到450左右吧。厉害，我感觉是极限了。没有极限，主要是那个上班。对，有工作，然后有小孩是吧？比较忙。然后对跑量这件事情也是挺有用的。这次一共参加了3场全马，天津第1场248，然后是成都也中签了，成都跑了253，最后有一场合肥跑了251，可以。合肥带了个小伙伴，他也是目标破3，然后把他带到了250，2几差一点破250，所以今年群里还有一位姑娘，大 PB 50多分钟，从去年的跑了4小时大概20几吧，今年是350还是351了，可以，小伙伴们。总之今年真的大家都训练特别猛，然后也确实像您说的厚积薄发了。对，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多跑，多跑肯定可以有好成绩。是的，而且这不能急。对，确实它要到了一定量变才会发生质的变。行，我举不动相机了咱们待会儿再聊。今天又收到礼物了，感谢这位小伙伴，他们定做的跟我同款的轻功的衣服，印了自己。我说跑团，他们说是个跑步小组织吧，都可以。自己的标语叫做“跑1休3”，特别有意思。感谢小伙伴。大家也听刚才那位小伙伴说的，跑量就是一切。对普通人来说，他们这个团队今年都创造了好成绩，就是把跑量往起堆。因为强度课这个东西，或者说你多跑强度这东西，对普通人来说，其实是我们俩刚才关了相机聊，大多数时候您看到的课表的那个强度和您真正跑完这个以后您能达到的强度不是一个强度，而更多的时候换来的是更可能高的伤病，或者是更疲劳的身体，还有就是更不自信的心态。因为您发现，第一顶不上去，第二跑得少，对吧？这都是现实，摆在现实的事儿。科学训练其实也是教你怎么科学的把跑量加起来，而减少受伤的风险。这也叫科学训练。科学训练不是让你怎么能不训练或者少训练。咱们先说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很多小伙伴看手表上的数据，跑力呀、预测呀、最佳摄氧量是不是要休息了呀？这些我说句实话，目前来看都不重要，而且也不准确，谁家的都不准确。可能唯一准确点的就是成绩预测，现在大家做的都不差。
但是也仅限于对业余精英。如果您的成绩在3小时30以外的小伙伴，手表的成绩预测基本上不用管，那也没有用，因为变数太多了。反而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是对普通人来说又有意思，之后呢又有指导意义。大家可以看我的频道，有一个系列评测一个实时血糖的设备。我评测那时候，这个设备就这种类型的设备还不是很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现在大家看，很多有糖尿病的病人都是在用这个，因为确实要比扎手指头方便。像运动员那一款呢，国内买不到，日本也买不到，它只有欧洲地区。但是普通款呢，国内跟日本都能买到。只不过买到的是它的第1代产品，现在他们已经第3代产品了。我觉得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弄在胳膊上，像之前看吉普乔格的跑团也是跟他们合作做这个，那个给了我特别有意义的指导的方向。我觉得我从中受益了。怎么受益的呢？就是在我无锡马拉松之前，我开始用，就是买了2个，每一个能用14天。买它的原因是有2个，一个是想看看我的日常饮食的升糖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想看看我运动的时候我的补给情况，就是血糖的变化。日常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运动时候这个真的给了我指导意义。因为以前我吃能量胶也是到了10多公里才吃第一个。为什么后来我一直说8公里多就吃呢？就是因为我通过了这个测试，我看了看普通人大概是什么样。我带着那个跑步，早上起来，早晨我起床空腹的时候大概是3.9空腹血糖测到，然后吃一片白吐司，吃完一片白吐司1个小时不到，40分钟之后大概能够升到，我记不清了，反正升到了可能是4点多，然后我就出门跑步。之后我的血糖的最低值到来是在起跑之后大概40分钟。但是那时候我晨跑是训练，不是比赛，40分钟我大概跑到了9公里多。之后我就在训练中尝试补给，就测试嘛，为了比赛。我在第8公里吃能量胶，之后就看血糖的曲线。吃完一个能量胶到10分钟之后，就会有明显的上升，就会上升到5点多。我说的都是，好像是摩尔每毫升吧，还是多少那个单位，就是我们国内用的单位标准。然后之后又是一个用不了40分钟了，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又会降下来。血糖其实是对人体就整个的情绪和感受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指标，或者比较明显的指标。所以这就指导我的补给。当然了，那次评测之后我也说，每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就不是谁都是我这样40分钟或者多少，所以您可以有机会试试。像这种东西要比您追求手表的那个数要直接的多，也简单的多，就是成本是不便宜，大概一颗要好几百。您要有条件呢，建议您海淘2代或者3代，2代和3代是5分钟打一个点，然后并且呢能够离线存，最后手机再同步。1代那个你只要部手机去刷一下，去同步一下的话，它就没有点了。
就是雅培的那个。这边也是只能买到1代，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是有欧洲的转运的路子，买那运动员的那个更棒，那个是可以和各种手表连接的，你在手表上就能实时看到。所以当时我就说很兴奋，新时代到来了，以后马拉松运动的补给就更加科学了，就是真的科学了，这个才是真的科学。虽然也有人说可能检测也不一定准啊，但是这要比手表给您估算这些东西要靠谱的多了。这个是目前我们能接触到的真正的科学了，对吧？这两天还看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有些小伙伴不管是因为身体原因还是为了减肥做生酮，现在有那种实时的酮体的检测，一样的道理。这太了不起了，我有机会买一个给大家试试，也是大概得有400人民币一个，14天，那个在这边能买到，我没记住叫什么。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普通跑者真的可以试试的。如果您觉得您已经向严肃跑者迈进了，这个试试没坏处，而且挺有意思的，真的挺有意思的。最后那些数据都是能下载下来，然后就有一个大的图表。还有一个就是最大摄氧量，最大摄氧量您与其跟手表那个较劲，不如约一个测试，就是实验室的，应该北京、上海都有。北京的小伙伴，您搜我的视频，我的频道，搜最大摄氧量，有介绍。而且应该好像是上海先有的，上海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叫什么，生命什么一个组织。你实验室测的那个，虽然说它也是通过设备去测，也可以有人说不准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它已经要比手表那个准多了，而且几乎就是准的，除非就是您当时跑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对，或者您没有跑到您的理想的速度，没有坚持下来，测得的可能比实际的差一些。如果您训练有素，比方像我一样，我已经训练这么多年，我那时候去测，那基本上就是我的最好状态了。因为最大摄氧量这东西，很大一部分看的是天生因素。你只要后天您觉得我练的差不多了，测完也就这样了，什么时候就等着衰老衰退再说了。这边降温了，今天体感温度零下2度，昨天降温的，一下就从20度变成了2度，有意思。你看前面那位小伙厉害，行吧，跟大家聊这么多，再次感谢刚才这位小伙伴和他的小团队，我们训练之后见。12月18号星期一清晨，哇，都8点01了。今天出来晚了，为什么呢？因为起晚了。今天一睁眼一看4点了，本来计划的是3点40，所以就整个晚了一点。还是一个空腹晨跑30公里零补给，还行啊。但是今天碰到老哥，跟他聊了一路之后呢，没拍摄的是碰到了平田先生跟本田先生。平田先生昨天也去参加比赛了，是一个半马，跑了1小时20。今天早上又出现在跑道上。之后还有关于田中先生，也是昨天去了全马，明天再跟大家聊关于全马这个事情。今天跑了30公里，平均配速4分55，10快10慢吧，平均心率135，最快的1公里跑到了4分08，最后的5公里我还是加了加速的，平均功率201，步频199，行，还行。今天周一第一个长距离，明天轻松跑，后天是强度课，之后大后天还是轻松跑。今天穿多了，出来的时候特别冷，因为太早了，跑到后边就热起来了。
现在大阪城跑步的小伙伴们都穿短裤了，降温还是很明显的。行吧，昨天那个片子是13号中午的时候拍的，其实是同样一个摄像设备，所以大家就能感受到光线对这种小相机的影响，所以我还是特别期待下一代可以有更大的感光元件。其实更大的感光元件是所有夜景的，怎么说呢，就跳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其他的都不好弄。今天采访老哥那段应该就挺黑的，大家只能见谅了。感谢这位小伙伴的和他的小团队的衣服，看跑一休三，哈哈哈。行，那就这么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有兴趣的小伙伴真的可以试试。我打算再海淘一个，然后春节回北京的时候拿吧，因为欧洲转运日本还是没找到太好的途径。这次海淘就买那个运动员那个版本的，能连手表的，试试看。我对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这些东西真的是就比那些估算的东西靠谱多了，好吗？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昨天参加各种比赛的小伙伴们都开心的休息2天，那就这么着，咱们加油干，明儿见。